赵张叔，这狼哥是疯了吧？我让他打乱节奏，没让他打开节奏啊！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怎么搞的？故意的，刚开始还不得做做样子给李善德看吗？马回来了！马回来了！当初这个李善德呀，跟我说要借这个小东门做实验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您这不叫实验，这叫原地打转，这能跟宋荔枝到长安一样？就好比这驴，你把这驴眼睛给它蒙上，让它围着这磨盘转1000圈，它也成不了千里驴。快把人抬到井边，喝点凉水，放点薄荷叶啊，放点薄荷叶。我呢啊，加一个鸡肉，加一个鸡肉谁？孙某，快补上。快看，薄荷叶，别愣着了。小心啊！李大师，哎，李大师，啊，我这有一颗荔枝破了。啊？破的？这是挤裂的，这不是自然腐烂的。这拿马运肯定会弄破的呀。找点软的东西包起来。啊，包起来。找，不行，不透气，找纸。那有纸。来。怎么样啊？缓过来了。缓过来好。李大师，天气炎热，兄弟们都受不了。幸亏他倒在这儿，如果在山路上，他从马摔下来，马跑走了，这试验还做不做？李大师，哥几个身子还扛得住。你们这是蛮干！你们就算人能受得了，马呢？马都跑废了，除了那2匹千里驹，现在最多能撑半天，不能这么车轮战啊！那就把这半天跑完，多半日少半日有什么区别？要是谁大声谁就有理，那咱们人全都得听驴的，喊什么呀？试验的事儿都得听李大叔。是这样，狼哥，咱们也不知道你岁数大小，大家都叫你狼哥，我也叫你哥。试验吧，它不是纸上谈兵。你说去长安5000里路，你很多困难，这都是不在算计之中的。试验嘛，它就是发现问题，规避问题。你说我们要是测个最快速度，那就容易了，那头3天，啊，测个均数就能算出来。但这不是嘛？只有这个试验持续的时间它够长，人摔了，瓮碎了，你把这些困难加进来，你算出的这个数据，它才有意义嘛。李大师，只要还有1匹马，我都可以坚持。我们也能坚持。我也行。感谢，感谢。我不是想打退堂鼓啊，这2个兄弟不成见啊，连仇跑马，让他们退出，我留下。感谢。那现在既然骑手不够了，咱们就改成人跟马都3圈1换，这起码大家能睡个整觉。你们看行吗？好。好。
饼子梦。饼子梦怎么样啊？李大师，饼子梦的励志没问题。高老师，哎，怎么样，围城实验搞的？可是人和马乏，废了几组人马，还剩下几个骑手在垂死挣扎。我让你听那个人的，就属他跑得多啊，就属他跑得多。也该跑废了吧？这在山里面出点什么意外，也属于情理之中的事了吧？啊！哎，来让一下！哎，来！你们几个去后边靠好，忙你呢，看着严尔庄那匹马。快点，马上到！来了，准备。陆叔。没事吧？我，快点！我，大哥先走，这是我们。呀！可以吗，阿力？呀！呀！马回来了！马回来了！接马！杨老弟呢？杨老弟在后面，马在山路上跑死了。啊！快！哦，阿丽，快！谢！快接人！就连马都跑废了，一个都站不起来了。人太少。快！歇会儿，阿力。辛苦阿力。现在怎么办？马跑不了了，我们人还能跑。对，我也能跑。是大家已经5日没休息了，这负重前行，身体吃不消啊。李大师，平日里我是在山里边渔获的，我能跑。我也能跑。从未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官人呐！这几日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。这样，我自愿出点力啊，但就是跑不下来全程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我散开！不是你们干什么呀？这干什么呢？你们？此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闭嘴！我们要做实验。你们若是把李大使的瓮摔碎了，影响了试验结果，那就是影响了圣人吃荔枝。你们有几个脑袋可以掉？不是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百姓拔刀相助，这是替圣人分忧，啊！你不让他们接力，那你能给我马吗？对啊，能给吗？李大使，我们的马可都是在册的军马，身负巡边之责，岂能轻易外借？哦，那人不让用，马你不接，那我还试验吗？这事儿你问不到我呀，我只负责服务好你们，保障好安全。如今该当我问你，你们这试验还做不做了？若是不做，我就解禁小东门，回去交差了。不是你这不是有意为难人吗？怎么有意为难人了？黄手，何刺史说了，朝集会因李大使的试验暂停，为了确保胡商们的利益，胡商商会必须亲自监督这次试验。我怎么没听说？李大使，何刺史说你连日来人马俱疲，命我前来给你送几匹骏马。若是实验失败，可不能因为一句没有马了，就想搪塞过去。
至于旗手嘛，你看某等可否胜任？行手当真。你的旗手连日奔波不止，早就是强弩之末了。再这么死撑下去，怕是要闹出人命了。行手教训的是。试验继续。你为何要来做旗手？跟你比试比试。上一圈，我就在这儿遭到了埋伏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？放心，他胜利是我帮你换来的，我会护你周全。跟紧我。大使啊，下这么大雨，辛苦啊！刺史，哎呀呀，你看看你这个围城试验呀，搞得全城百姓都睡不安宁啊！我们这儿上元节也没这么热闹过啊！你看看，这些胡商还有全城的百姓，对你这个测试结果很期盼呀。搞得怎么样了？啊？快谢，谢谢。李大使啊，你看看，我多支持你的工作，连我义女都给你做旗手了，这是全家出动啊！走。义父，我也是为了保证商会的利益，才过来监督这次实验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看看，哎呀，李大使，饼子我流汁了啊！哎呀，检查看看。这，刺史流汁了啊！这怎么给圣人和贵妃吃啊？这个不是你没看清楚，这荔枝不是一棵树上采下来的，成熟度不一样。你运的时候还得考虑透气跟颠簸，每一泵情况的不一样嘛。李善德，李子旺流汁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也流汁了？哎呀，那就剩1瓮了，这测试完蛋了。甲瓮呢？甲瓮拿来！哎，甲瓮在这儿。哎呀！好的。啊？好的。甲瓮好的。甲瓮好的。试验继续。
你不是跟我说这次实验它注定失败吗？这怎么又整出一瓮好的来啊？还有这一瓮，折腾到现在了，它尝都快尝完了，怎么还不结束啊？马回来了！马回来了！我。 路断了！路断了！李大师，路断了！山上路断了！啊？什么路断了？人没事吧？快下来！快！路断在哪儿了？前方不远。别上！来，把人抬这儿。这是。李大师，李师没事。没事。李志没事。好。李志没事。李志没事。好。这样。咱们现在兵分两路啊，派2个骑手。杨老弟啊，你按既定路线，先跑到山脚下。阿力过来。你在山脚下接到双层瓮以后做接力啊，知道吗？去，杭手，你在山这边，把这个双层瓮接到以后运回小东门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带着人去修路啊，好，别让接力产生危险。来吧，行动！来，让开！
看看怎么样？快看看！快，拿把火把来！火把！快！这试验是不是结束了？要是结束了，那就赶紧都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李大师啊，实验真的结束了？啊？喂，诸位啊，这几日大家连。李大师，大哥。
忙，接着忙。醒了。我也得走了。有劳了。山德，没事，忙吧。有劳了啊。明日里只这变味儿，咋个才能让荔枝不变味儿哟？你别摘下来呀，你别摘下来哟。嘿呦，红皮果子树上追呀，流稀的栀子向下弯呐。李大师，我的荔枝园还好着呢，看这果子还鲜着呢。像我们洞人有秘方，可以存得久一些。什么秘方？你别摘下来呀！苍天呐，终究不负有心人呐！上次潮集会，我们因为苏老的项目暂停。如今我们等到李大使做完了实验，相信各位心里也对苏老的项目有了判断。希望各位慎重斟酌，投股表决。这荔枝的生意还要不要继续？行首，这李大使只做了一次实验，要不要给他一次改良的机会啊？暂停潮集会已经给了这个项目机会。李大使绞尽脑汁想出的良策，还是无法将荔枝运到长安。行首，行首，李善德。李善德来了。蓝玉，请李大使进来。是。李大使，请。行首，你的鸢尾花，我救活了。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办成了。你是专程给我送花来的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这个鸢尾花它放到这个土盆里能够存活续命，那荔枝它也能啊。对不对？荔枝它也能啊。你看啊，这个盆里，它栽的它就是荔枝啊，是一个小孩呢，把这个枝条种在了土里，精心伺候，一直活到现在。现在这个枝条虽然枯萎了，但是果子跟刚摘的一样。用这个方法呢，荔枝保鲜可以延续5到6日啊。李大使，我们是共同见证了你实验的失败，你现在突然搬出一盆荔枝，就说能抢出时间，这谁能相信你说的话？这株荔枝是试验之前从树上砍下来的，试验这几天呢一直种在土里。你们要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小东门去打听打听，大家都可以作证啊。那就算此事为真，
这荔枝枝条孱弱，在土中存活尚且不易，那在瓮中颠簸，岂不早就零落散碎了？不是，哎，大家，这株荔枝它孱弱，但是我们可以找不孱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找这种身体好的荔枝，对不对？找那种主干粗壮的，只需把这些枝条劈成一半，放入瓮中，以土培之。这个果实呢，在枝条之上，它在土里，它可以继续成长啊。等这个枝条它枯萎了，它这个果实它还是新鲜的。你看，冒水，你看。那你说，现在保鲜可以延长几日啊？我管这个呢叫分枝直瓮之法，再加上之前的隔水延洗之法，荔枝保鲜可以到11天。11天。11天。那岭南到长安，你现在计划需要走多少日？按照我规划的路线，也正好是11天。我设计的方略，你看看，穿越一下，穿越一下，保鲜11天，路程11天，这圣上跟贵妃马上就能吃到新鲜的荔枝了，这好像已经到嘴里了，厉害呀，杰出的人才啊，你是，杰出的人才。等等，这不对呀！哪儿不对？李大使的方略中提及，转运队将越庐山而入浔阳，渡长江而过蕲春，确实是条绝佳路线。不过前日浔阳突遇水患，官道受阻，什么时候修完可不知道。不可能，浔阳水患。你范老，不要危言耸听。浔阳水患，小老为何从未耳闻？我也听说了此事，不止浔阳县，江州这几处县镇也遭了水患。李大使，如果真的有水患，你有没有别的路线？浔阳官道是最快的一条路线，如果真要发生水患的话，就得绕路。绕路就得多2日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最少需要13日。李大使，我钦佩你的诚实，没有欺骗我们这些生意人。但是你的转运计划，到头来还是水中月，镜中花，看着漂亮，不切实际。我们也是在商言商，对吧？这赔钱的买卖谁做呀？他技术上达不到，咱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投？这不把钱往大海里丢吗？你看你坐那个位置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李大使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想想，有别的可能，我想想。咱们出了岭南呢，往北走。往北走会经过五岭，五岭这段路是最崎岖、最难走的，在这儿会花费很大的时间。如果在这儿要是能发现一条新的路，就能省下来2天。能省下来2天。你说的轻巧，谈何容易？这么多客商走了这么多年，如果有好走的路，早就被发现了。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
成不成功得试一试吧。我刚开始我在长安的时候，我接到这个差事儿，它是一个死差，对不对？说荔枝3日就坏，根本就运不过来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我到了岭南，我发现一个办法，我又发现另外一个办法呀，一个办法接着一个办法。每一次我觉得不可能，那每一次我就往这个可能我又迈进了一步啊。李大师所言，全都是小老亲眼所见。李大师为人拙朴坦荡，从不会花言巧语，更不会坑蒙拐骗，所以他才把事情和盘托出。他不是不知道荔枝转运绝非易事，但他依然锲而不舍。小老敬佩大师的为人，小老更愿意相信大师，他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小老愿将全部的身家交于大师，与大师共损共荣。诸位，右相把这门差事派给李大使，是充分信任李大使这个人。我们都是商人，从商者重在逐利，逐利者重在识人。我们把这笔钱投出去，不是投给一笔生意，而是投给运作这笔生意的人。我的话说完了。某是从九品下的一个小吏，每个月在长安呢俸禄是10贯钱，除去挑费，到了月底捉襟见肘。但是苏老今天给我这么大一笔钱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打破天的大数字。我可以拿这笔钱，我回长安，我去让我的女儿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可以头上有瓦片，啊。但是我却拿这笔钱我来做实验。其实我就是想活下去。当然了，我的命对诸位来说不重要，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我想活下去。阿爷，我想拼了命的活下去。我想拿我的命来做成这笔生意，所以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不会辜负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了答案。投票吧。实心，实心，实心。行首，荔枝转运项目通过。湖商商会呢有个规定，若是30日内项目没有任何推进，投入便要撤回。所以你要尽快抹平那2天的差距。这是自然，我赶紧忙去了。感谢，感谢。走。快点啊！
李大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韦掌柜、赵掌柜、周掌柜，他们3位都是我们商会的大主顾。听说你要将荔枝转运到长安去，他们都很感兴趣。李大使，各位掌柜，李大使，久仰久仰。李大使，我们是专门请求我们的行手带我们过来考察的，这以图咱们后续的共同合作呀。咱们劳烦李大使给介绍介绍呗。我该说的，之前在商会我都说过了。我不太会说话，怕怠慢了诸位。自古从商，客为重，商为轻。主顾有要求，我们商会也只能满足。作为商会全资投入的生意，李大使也理当配合。这个苏老和蓝玉已经在荔枝园监工了，那还得怎么配合？李大使，我们来呀，就是要帮李大使把咱们这个汉室的工程给接下来。啊，对了，你看啊，我身上这件胡服啊，就是我们大福商号改良设计的。你看这颜色鲜艳，又兼具唐风。如果能通过李大使的手帮我们宣谕昭告，那这销量……不是，我是个运荔枝的，我怎么还昭告你们身上这衣裳？我不要举世主顾，我不需要的。行手，这李大使可能对我们的合作啊有点小小的误解，要不您帮我们说说。几位主顾的采购量占了我们湖商商会的3/4。李大使若是不配合，那日后资金出了问题，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各位掌柜，刚才我们参观的是种植区，现在呢就是这个精通种植，哎，你往中间走，精通种植荔枝的动物人们的寨子。这棵也是荔枝树吗？哎，掌柜真是好眼光啊！这棵可是整个荔枝园的1000年古树，这棵树可是大有来头，整个荔枝园全得此树硬币。掌柜真是好眼光啊！您看，这乡人吃了荔枝都如此的开心，这若是贵妃娘娘吃上这荔枝，您这何等荣光啊！各位掌柜可知这双层瓮是作何之用啊？哎，掌柜说的没错，这就是用来运输香料。这可花了我们湖商商会的大价钱啊！主要还是归功于李大使，哎呦，李大使，还得归功于李大使这隔水保鲜之法。李大使真是辛苦啊！不行，李大使专业。阿童，哎呀，来，阿童起来。这位阿童姑娘，别看她年龄小啊，她便是整个荔枝园的头人，全靠她来监管。这姑娘啊，脾气是倔了点哈，但是她人特别喜欢这项工作。你看打理的一切井井有条，来给掌柜们问个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有点性格啊。我们接着看啊，接着看。哎，李大师，咱那边那些竹筐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些都是刚运来的备用，专门用于搬运荔枝的。哎呀，那可有点暴殄天物了。这竹筐应该就是我们码头上运货的筐子，这也没有宣传，它也没有专门设计，这不能用啊。李大使，您挑一款。您放心啊，所有竹筐我们免费提供。对。它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咱赵掌柜的商铺名号，它必须得露在外边。那是不是装荔枝的这个瓮，那马，还有那骑手的衣裳，包荔枝这个包装，那都得是你们这款式？嗨，我们都会给李大使安排好，费用啊，我们负责。它不是费用的问题，它这是个效率的问题。这荔枝不够甜啊，这用糖腌一下是不是就更甜了？腌过了叫鲜荔枝吗？这名字能不能改？咱就叫大福果，这名字吉利啊，这销量肯定能打开。找一些功头正茂的诗人，写一些关于大福果的诗文，定能广为流传。要不要这样？
能不能把这些瓮罐全都改成红色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嘛。喜庆，喜庆！哎，还有那些马，马什么马？马什么马？这有完没完了？那你们这么折腾下去，我那是运荔枝吗？我运荔枝不成笑话了吗？还是说啊，你们就想看我笑话？不是，李大师误会了。咱们呀，只是说是提议，咱可以商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运送荔枝啊，我们都是外行，最终还是您来做决定。但你说这要如何名声远扬？咱如何把这生意做到普通人的兴趣点上？这我们是内行啊。当然，李大使，您是上林署有专业素养的人才，对我们这伎俩可能是嗤之以鼻，咱理解，对吧？可是你说要没这伎俩，咱弄不来钱，不是吗？对呀。韦掌柜，我不会说话，但是我无意冒犯啊。我知道你们呢是湖商商会的大主顾，但是我呢就是个办事儿的。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合作呀，我恐怕不能配合。哎呀，李大使高风亮节，实心办事，某佩服。哎，不敢。哎，李大使，你的女儿是不是在这个安仁坊柳巷的一个秀坊上学啊？啊，这秀坊是一个姓王的老宦官开的，你熟吧？是。你说巧了不是？他租的这铺面啊是某的，他刚开业的时候吧，这经济拮据，我还资助过他。你说，我要是撤回这铺面，把地皮给要回来，这老阉人，他们会不会流离失所呀？这李大使，所以于情于理，还是请您再重新考虑一下跟我们的合作吧。回去给赵新民带个话，我阿米塔不奉陪了。放手！你这一巴掌会很贵。李善德，这饭你还吃吗？换个地方吧，闻着臭。去给义父买些干粮。杭少，哟，杭少，有些日子没来了，我留的牛肚丝尝尝。好啊。其他的老规矩，上2杯酒。热。哎呀，菜还得等会儿，二位先吃点荔枝。韦一舟是赵新民给安排，你把他打了。你怎么跟他交代？您的酒。赵新民就是何有光那条狗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担心你自己吧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帮我，但还是谢谢你。我打他，跟你没关系，我自有缘由。我问你啊，你那2天的差距解决了吗？那倒没有，还潜心研究呢。没到时令呢，过些日子会更好吃。你个长安人，倒成了荔枝的老手。形势所迫，研究呗。你说圣人知道吗？这荔枝想要从岭南运到长安，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那咱不知道。都说贵妃想吃荔枝，我看未必，怕是男人想要讨好女子，开口瞎许诺吧，许诺完了自己又不去做，甩给别人。这咱不敢乱说。看你吓的，明明是个胆小怕事之人，却要为了这送死的差事拼命。我见过拼命的人，
我见过老实人，但是又拼命又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长安人呗，小官儿，咬牙活着，如此而已。那你闹出的动静可不小。我也是莫名其妙被卷进来。就这荔枝，你吃是甜的，我吃是苦。那既是苦的，为何还吃？能活着吗？就是这样。你就算是神仙，那也不能随心所欲啊。太白金星说不定还有点烦，是吧？你在这人世间，你心总有不甘，但事儿不能不干。你得图个问心无愧。就以后死了，下了九泉，见了阎王，人家问起来也能回一句：“我尽力了。”就这样吧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甘愿去送死？黄手，你有多少钱？那这个可能。我有300贯，150贯呢，是在长安借的仁义贷。我用这钱在长安置办了一套宅院。贷款买宅子，正常啊。是，对你来说正常。你可以一掷千金，在岭南你想买几间宅子买几间宅子，在哪儿买都行。但对我不一样，我这个宅子是要留给我闺女的，这是我唯一的念想跟奔头。我这个奔头被荔枝这件事打断了，所以我要想回去，我就必须把荔枝这事办成。无论何有光怎么阻拦我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你刚刚问我为什么帮你，是因为从你身上我看到了，我阿姨为了保护我，跟你一样不顾一切。干什么呢？我姑母来了，她是山里的一位大巫，叫阿柴，说不定能帮上一个荔枝的忙呢。这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啊。我姑母可厉害了，天生神通，动人们婚丧嫁娶的大事都要请她指点做法，只要经她之手的事情，总会顺遂。他能告诉我这荔枝怎么保存吗？那应该不行，神明应该管不了这么细的东西吧？哎呀呀！算了！李善德，你要干嘛？我救你们呢！我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敢打断我的仪式？天神在看着呢，他很生气，他会降罪于你的。哎呦，天神什么时候饶过我呀？这东西是有毒的，这个是曼陀罗的花跟叶子，这东西晒干以后烧，大家闻了会产生幻觉，这是有毒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这东西我见过好多回了都。我们有病的时候闻一闻就都好了。那不是你病好了，它是有麻醉的效果，只是让你的病把你病暂时给掩盖过去了。别闻了。你们是信我，还是信这个成人？这东西我见过好多回了都。我们有病的时候闻一闻就都好了。那不是你病好了。它是有麻醉的效果，只是让你的病把你病暂时给掩盖过去了。别闻了。你这个成人怎么还会知道这么些东西？这是我专业呀。我不走了。啊？我不走了。神明已经给过我启示了，神明说，这个成人，他会对咱们洞人产生改变。但是是好是坏，我得留下来观察观察。家在长安，家里可有房啊？宅子吧，宅子可不便宜啊。贷的
那就是家里没有积蓄啊。那你俸禄多少啊？贷了多少钱呢？准备打算什么时候还啊？啊，心里有没有打算呢？闺女好，闺女贴心呐。你这条件真不怎么地，但是你在我面前还算是老实，人品尚可。那其他的我也就不打算计较了。那如果你要是运成了荔枝，你是打算回长安，还是常驻高州呢？那我肯定回长安。那不行，我们家阿童可不能随你回长安呐。这阿童他不用跟我回长安嘛。我这个荔枝这事儿要办成了，圣人要吃到了鲜荔枝，那这个荔枝园就是御用荔枝园，也就没人敢来寻衅滋事，那阿童就可以留在这个荔枝园，不用跟我去长安。可是你们俩就见不着面了呀，这天各一方，这事儿他就大吴太太，你这误会了，我呀，我心里边只有我闺女，我从来没有觊觎这个阿童姑娘，我俩是朋友，我之前我也跟她说清楚了，阿童姑娘。国色天香，国色天香，天资聪慧，是吧？对。心地善良，她自有良配嘛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别给我俩牵红线了，我们真的是朋友。你还嫌我多管闲事儿了是不是啊？我不得问清楚啊！啊，那你要上当受骗怎么办？行，你要不让我问清楚，那我现在就回大屿山了，我走了。你让这个成人在这个荔枝园里头一天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哎，大吴，你说你是从大屿山来的？啊？大屿山是不是在岭南的北边？再往北走就是江南西道。啊？怎么了？看不起我们这穷山僻壤是吧？没有，我刚才我说话有点唐突了，大吴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他得经过大屿山，往北进入江南西道。啊，但是这个大屿山呢，它太险峻了，走盘山道需要2天时间，所以有没有一个新路线、捷径，把这2天给我省出来，那我不也成功了吗？我就想问问您，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道？大哥，去，拿着玩去。你这不痴人说梦吗？那大屿山那是随便翻的。姑母，你就帮帮这一回吧。这事儿我没法帮啊，神明能帮他，可这人也不信呢。大吴，我相信我跟你是一路人。哎，你别说的好像你多了解我似的。你看，阿童确实是我朋友。是。我深知，这洞人在山里边生活不容易，缺医少药，他只要受一点伤，只能等死。你是以大巫之名，借神明之手，给他们提供了最高限度的救死扶伤。这心里边的苦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鄙视之意，我只有钦佩。真的。成人里边，你不算最会说话的，但是你能这么理解我们洞人，这真是少见。我是诚心向您请教的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帮帮他嘛。我们这个部族里面有个人，名字叫阿土，他是我们这个部族里边唯一混在高州的人。有一天，这个阿土回到山里来，他就拿着那个成人的那个笔还有纸，在那勾勾画画的。我很好奇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？”他就跟我说，他以前在当猎户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大屿山上面有一条隐秘的小路，如果把他勾勾画画的这些东西顺着那个小路运出岭南去，他能挣一大笔银子，以后我们部族里边就不愁吃不愁喝了。所以是真的有这样一条路？是啊。可是他突然就失踪了，这都10年了，也没有什么音信，找不着他人呢。那除了他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了吗？只有他知道。这咱们洞人，这跟成人
是不打交道的，所以也不知道消息。他，李尚德，你去哪儿啊？七朗即日，远近奔波，劳心劳力，都有些消瘦了。哼，操劳有什么用？这死去经年的人又怎能活过来？找来找去，找到一个死人，唯一的线索又断了。哎呀！平安，平安。 姑爷，哎，又得你出马了。怎么了？又？你啊，你帮我在岭南找个人。找谁？有个洞人叫阿土，找这人。大庾岭的阿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找何有光贪墨的证据，正好跟这个人有关系。那这也太巧了。找着没啊？ 找着了，这在哪儿？死了，烧死了。他什么时候烧死的？哼，10年前就烧死了。那你这消息过时了。他没死。李大使，这里大苍耳朵。这里已经到城边了，几乎没人在这住。我往前看看。 过去看看，这给你找到了。谁呀？我们是货郎。 你们有针线卖吗？你家大人呢？我阿叔出去了。你是看不见吗？我看不见，戴眼镜习惯了。你们是在卖东西吗？我家里缺针线很久了。有。这位货郎叔叔，他这个东西带少了啊，他去拿去啊，他去买，他有办法的。等一会儿啊，拿去。啊，有办法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哎，你要针线是要刺绣吗？嗯。哎呦，我有个闺女啊，就跟你这年龄差不多，也学刺绣呢。嗯，哎，来，你看看，哎，这是她绣的。我看不见，可以摸一摸吗？啊，摸，这儿，摸。这是绣的什么花呀？活泼呢。好精致的针脚啊！你也懂啊？嗯，其实我也一直想学刺绣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也能靠摸。你挺适合学刺绣的。他们都说呀，说盲人的触感会很敏感，你绣出来的东西会很细腻的。我看你手指这么纤细，是学这个的料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不能离开家。哦，你爷娘不让你学？我没有爷娘，我只和一个叔叔住在一起，我没有跟他提过。再说了，
绣坊也不会要一个瞎子。那不会。你知道长安吗？嗯，我听说过，那是圣人住的地方。哎，是。这长安呢，就有很多绣坊，里边都有特别著名的盲人绣工，啊，那都是大师级别的。绣那些图案，像什么龙凤呈祥，啊，麒麟献瑞，还有牡丹争艳，那好着呢。他们好厉害啊！这些图案我都想不出来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用心。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你用心，那再难的事情也能做成。哎，那你家除了你叔叔，还有没有其他大人呢？我可以跟他们聊聊。没有，我们家只有我和叔叔2个人。那是你亲叔叔吗？不是，我天生就是一个瞎子，从小到处流浪。有一回我迷路了，就稀里糊涂的走进了这里。叔叔给我了一块糕匙，然后我就把自己的事情跟他说了，他就把我留下了。那是个好人。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他说过自己的事儿吗？没有。他长得有什么特点吗？特点？哎呀，对，你看不见。我摸过他的脸，上面有很多伤疤，几乎整个脸都是。我猜他的样子应该挺吓人的吧？是烧伤吗？应该是，和我有一次碰到热油伤的一样。哎呦，你这啊，你看，我说吧，这针线来了！哎呀，你针线。它不仅有针线了，你要什么这有什么了？这针线。你们吃那炒米饼吧。哎，谢谢。好吃。针线多少钱啊？不要钱，不要钱。怎么样？应该是阿杜，是这个小女孩的叔叔，说是打鱼去了，3天以后能回来。这还不能惊动他呀。那若是阿土提前回来，小姑娘说有2个外人来打听，阿土肯定会提高警惕。啊，说不好就提前跑了。哎，你有相熟的绣坊吗？绣坊？不过我以前的租户是开绣坊的。你看，那还得是你。走。哎，你们是忘了什么东西吗？啊，那倒没有。哎，我是来问问你，你是真想去绣坊吗？我很想去，但是我得等阿叔回来再同他商量。啊，看是这样啊，这位叔叔呢认识绣坊的主人，他可以回去问问这个主人愿不愿意收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3天之后再来拜访你们。啊，是这样，要是你叔叔提前回来呢，你别跟他说这件事情啊，这事情没办成，是不是？这万一不成，他空欢喜一场啊。等这个事情有着落了，你再给他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有个闺女，也跟你一般大。这样，我把我闺女绣的这个手帕放在你这儿，作为咱俩的约定，好不好？
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阿土的舍友着落了。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他的住所了，可以确定人没死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你见到他本人了吗？本人倒是没见着，说是他打鱼去了，3日以后回来。所以这能不能找着捷径，我们只有这安心等待了。哎，肯定能找着，是吧，柴姑？我说的话从来就没有错。行了，今晚，这个阿俊和阿好他们2个人要跳同心舞，那我们一起可以庆祝一下，庆祝一下。李大师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李大师！谢谢。来，尝一尝。苏老，我消化不良啊，还是您吃吧。大师尝一个新鲜。那我敬酒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我敬杯酒。我们齐聚岭南啊，汲汲营营，为荔枝转运的事情呢，大家一直忙，我也没机会跟大家说声感谢，实属惭愧。荔枝转运呢，关乎我一家的性命，我必须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，才能度过大劫。所以，诸位对我的帮助，我都铭记于心。敏感五内，有朝一日呢，这荔枝要运到长安了，我一定不忘了诸位的大恩大德啊！今天最重要的是要祝阿俊，还有阿好，将来生一大堆孩子，健健康康啊，健健康康！我干了，我干了！你干了，干了！大师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大师啊，小老一介胡商，遭歹人陷害，万劫不复。不料天作之合，遇到了大师，于是小老起死回生了。大师在我的心里德高望重，技压群芳。你就像是玉炉沉香，沁人心脾啊！小老经商多年，像大师这样干净的人，从未见过。他是说是荔枝转运成功，小老便可以与子孙吹嘘，荔枝转运，小老功高盖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来，那这杯酒，我与大师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。哦，这个酒后，我吐一吐真言。和精明的人相比，你就是一个大大的傻瓜，啊，傻的，小老都不忍心欺骗你。可是说你傻，你又是那么的聪明绝顶，奇技淫巧，层出不穷。你的才华，举世无双。我呀，我不会像他们在官场那种逢迎讨好。我不会，我是明算科出身，我只会算，不像您说的那样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起初我只是想从大师那里换几只穿山甲。荔枝转运关我屁事。
可是后来，我闻到了有利可图的味道，于是我见钱眼开，决定为你添油加醋。大事不要见笑，也不要人眼看狗地啊！不会不会，苏老，要没有当时你对我的帮助，你不借钱给我，恐怕我现在都投了江了。您对我的这份恩情，我放在心里，我铭记一辈子，一辈子。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。湖海，我在梦里编，听不完尔虞我诈，荒诞的周旋。我也想看《红毛金砖》，繁华人世间，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面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本岭南逍遥仙，青山绿枝荡秋千。一朝长安来相见，踏上这命运的巅。难得见他这么开心。他这个岁数，只怕是因家庭所累，只有喝醉了，才能如此放浪形骸，得意忘形啊！这成人的心呢，也比我们复杂的多。我就是担心你跟他们走得太近了，会有什么不测的灾祸发生。不会了，李珊都不会害我的。他和其他成人不一样。我知道他挺真诚的，我也看得出来。他是真心想帮我们，但是这成人的世界有太多无奈，有很多事情不是他能做主的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你这荔枝园还想维持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姑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。姑娘，我们不哭了哦。你可以留在荔枝园，也可以随我回大庾岭，不会让你没有家的哦。姑娘啊，我答应送你去绣坊，我不会食言的。那都怪人，只是我阿土不能死。他说曾经跟我说过，早晚都会遇到这一天的。他说自己逃得一时，逃不过一世。阿土不仅知道大庾岭的这条近路，他还知道一些秘密。
才使他招来了杀身之祸。这个结果，就是他命里的一劫。只是他死前，我竟然都没有见上他一面。所以我们忙活了半天，白期待了一场，弄了半天，这大峪岭的小路还是找不到了。李大师，要不然我驾马去大峪岭寻寻。大峪岭啊，三面岭壁，封住了3个方向，只有一条狭长的池水盆地向东能通到黔州去。这易入逼仄，两边的层山对倾而立，遮住了大半个青天。这地方看上去都难，别说寻路了。那我们就只能快马加鞭，拼死一搏，缩短那2天的时间。越是着急赶路，到这种地方越得放慢脚步。你稍有不慎失了足，那不全盘皆输。那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就无计可施了。我看看这个颜色，注意一下啊。先生，哎，我是兰哥。兰哥都跟我说过了。啊，对对。这小姑娘长得倒是挺可爱的，可有名字？没有。你连名字都没有啊？你这么聪慧，要不叫阿慧？好。好，阿慧啊，别害怕啊，看不见也没关系的。刺绣这门手艺呢，靠的是心。来，过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挺软的。你以前学过刺绣吗？我自己练过。那你都绣过些什么呢？这是我自己绣的。我看看啊。哟，这个晕针还真不错哎。这你绣的啊？基础挺好的。行，这孩子我收了。哎，是，你赶紧给先生磕头啊！谢谢先生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孩子，快起来吧。快谢谢你恩公。嗨，我不用谢。以后呢，你就好好在这儿生活，好好学技艺。好，这个还给你。李阿伯，这套手帕送给你，这上面是阿叔给我刻画过的图案。他说这个图案的寓意是希望。真送我？行，希望。干嘛呢？这是？这是动人的习俗，祭奠时在地上画出家乡山岭的走向，方便魂魄找回家。哎，大屋，大屋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啊，这是大峪岭的山势吗？的确是啊，
这应该就是条近路。阿土是一直都惦记着回家的。那这条路要是没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弥补2日的路程。